你给我很多爱，是用你的方式，可是我就是接收不到，是我们插座没插对。我知道你给了很多，可是我这边完全没有吸收到，所以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还是很委屈。与其想着说爱就是牺牲与奉献，不如多去了解你的伴侣讲的是哪一种语言。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多增加教人家谈恋爱的课程。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关系中的黄金比例，还有爱的5个语言。上次我在跟我女儿讨论她未来要找什么样的老公，我就跟她讲，你找一个像你爸爸这样子的很值得信赖。然后就很不屑的看着我说，我不要找这样子。但没有办法听人家讲话，就是你跟他讲话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超过2分钟，他的魂就可能已经飘掉。这点对我女儿非常的重要，她需要爱她的人可以很专心的倾听她在做什么，知道她在做什么。那在我心中的上等好货，为什么在我女儿的心中只是勉强及格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爱的语言不同。这样会很 A 吗？爱的语言不会，为什么会很 A？所以感情可以一直走下去，其实它是有一个黄金比例的哦。Dr. Gottman 跟 Robert Leverson 他们2个是婚姻顾问，在197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方式能够预测这一对伴侣未来可不可以在一起。9年后，他们就证实了他们的预测有达到90%的正确度。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1:5的比例，也就是没有一次负面的互动，你必须要有5次比较正面的互动。好，也许骂他1次，可是你会夸他5次，或者是对他表示爱意5次。只要抓到这个比例，他们发现90%以上的伴侣都可以继续走下去。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批评，以为是帮助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亲密的家人，想要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听起来是批评。那如果这个比例高于我们给他正面的回馈的时候，其实是有伤这段感情的。那第2个，我们就来讲爱的5种语言。其实每个人接受爱的方式不一样。婚姻顾问 Gary Chapman 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爱的5种语言》，给爱跟接受爱的方式归纳下来，总共有5种。那第1种是肯定的语言，就是 Words of Affirmation。肯定的语言呢，就是给正面的回馈，或者是夸奖你。但是这个跟一般就说，你好棒哦，蛮厉害的不是这么肤浅，而是说你真正可以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告知他说，你做了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很感动，或者是真的很厉害，就是比较诚意的在语言上面的肯定。那这也包含了常说，我爱你啊，我很想你啊之类的。所以这种人比较期待接收的是语言上面表达的爱意。相对的，他给爱也是比较靠语言的，他可能很容易就会说我爱你。好，那我们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这比较难启口，所以这是第1种，就是肯定的语言。那么第2种就是服务的行动，就是 acts of service。这个呢，就是真的去帮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在你很累的时候帮你按一下摩或者是你很忙的时候帮你接小孩或者是明明是该你煮饭了，可是他来煮之类的。这 acts of service 就是以行动来表示爱。那可能他做的行动不是很罗曼蒂克的行动，可是他多帮你承担一些，这是他表示爱的方式。他其实很容易被误解说，这个人好像都不太罗曼蒂克，因为他爱的方式其实是你的日常生活会帮你分担，不是说口头上说我爱你或者是有其他爱的表现，就是可能明明是你分内的工作，他看到你累，或者是体谅你，所以他自己都做完了。所以他比较会是那种默默在后面支持，或者是他是用行动来表示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说他都在帮你默默的打理你应该做的事情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没有接受到他的爱。第3种呢是真心的礼物，也就是 receiving gifts。真心的礼物呢，并不是我们说的买个钻戒或者是买辆车这种大手笔的，常常买花之类的。它比较是说你记不记得，比如说结婚纪念日或在一起交往100天之类的，那你会不会用一个可以表达你心意的东西来展现你的爱？那它不一定是要贵的，也许你的伴侣在路上看到一个什么是他很喜欢的，照相机或者是一本书，结果你在他生日特别买了这本书，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你抓到，你知道我要什么，
然后在是时候用买这个东西送我这个东西来表示你的爱意，这是真心的礼物。就是有的人是很需要接受到这个的，因为他觉得接受到这代表 token of love， 就是爱的表现。第4个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精心的时刻，也就是我大女儿刚刚说的，她会非常希望未来的伴侣是可以坐在那边听她讲话，专心的陪伴她，坐在那边陪你，然后可能一半时间看手机一边跟你聊天。像这样子呢，对于需要 quality time 的人就很不 OK， 可能就是吃完饭散个步啊，好像真正花10分钟倾听对方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偶尔出去约个会，2个人的时间。所以 quality time 对这些人是比较重要的。那他爱你的方式呢，也是他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不管再忙，就是专心陪伴你这段时间，那这也是他给爱的方式。那第5个呢第5个就是身体的接触，比如说在外面就是要牵牵手啊，不定时的拥抱啊，出门前要亲一下啊，或者是你知道韩剧最流行的摸头杀之类的啊，就是好像好心动的感觉，那就是肢体的接触。大家会想说，这5种我都喜欢啊，听起来好像都不错，可是真正你心里会可能比较倾向使用1种或者是2种，是你比较能够接受到的。韩剧里面看摸头杀很罗曼蒂克，可是现实生活中，如果我老公没事要摸我的头，我可能会你知道翻脸。爱的语言跟我们讲的语言一样，如果你一个人讲国语，一个人讲英文，你们2个就是鸡同鸭讲，那你可能用你的方式付出，可是对方可能完全没有接受到。其实我觉得剧里面最常演的好像就是那种很稳定的男生，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啊，就是默默的一直在为家里付出，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他的伴侣可能希望的是比较罗曼蒂克的比较花俏的比较语言上的表达，所以到后来2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不好。总结一下，刚刚就讲说我们所谓的黄金比例是1:5，就是每一次你有一些负面的互动，你一定要有5次正面的互动，这5次互动应该是对方能够感受到的互动。比如说我是希望被语言上面的肯定的话，我有听到5次你说觉得我好的地方，然后我可以接受1次的批评，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比例。在爱的关系里面，很常听到人家说我都在牺牲奉献。牺牲奉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通常你牺牲奉献的时候，你都会期待对方有所报答或者是看到，但是这也许不是对方期待的爱的方式。那一直在牺牲自己，第一个别人不一定接受到你的爱，第二个你自己可能也会积满怨气，积满怨气的关系里面应该都不会变成很美好的关系。你给我很多爱，用你的方式，可是我就是接收不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插座没插对嘛，我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你给了很多，可是我这边完全没有吸收到，所以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还是很委屈。与其想着说爱就是牺牲与奉献，不如多去了解你的伴侣讲的是哪一种语言，去学习他的语言，然后也让他了解你的语言是什么，这样子才可以有更好的互动。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我们要如何维持亲密关系。那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下次见。